有媒体报道啊，运航 AI171航班的机长有抑郁症，那所以英雄只剩一个了吗？大家好，欢迎回到松蛇新语。就在印度官方飞行员工会和《华尔街日报》还在为谁泄密、谁在甩锅而激烈的博弈的时候来自欧洲媒体的最新报道，以一种更直接也更具杀伤力的方式给 AI171这个罗生门呢抛出了一颗几乎可以终结所有技术争论的深水炸弹。那它不再是关于开关的锁定功能或者 FADC 的电子指令，而且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机长苏米特·萨巴瓦尔的个人精神状态，以及驾驶舱最后32秒钟的具体行为。那这些最新的猛料几乎为这个悬案画上了一个最黑暗也最令人不愿意面对的句号。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了一名叫做莫汉兰加纳坦的印度航空专家的话说56岁的机长萨巴瓦尔呢患有抑郁症已经向公司申请退休。这报道说在2022年他母亲去世之后机长呢一直希望提前退休，回家照顾年迈88岁的父亲。而意大利的《晚邮报》它的报道呢，则援引西方信息源给出了一个更详细的驾驶舱叙事，说起飞前机长对副驾驶说：“飞机在你手里了。”然后在离地3秒之后以一种符合肌肉记忆的快速连续的动作，亲手切断了2个燃油开关。在副驾驶困得惊恐的反复质问下，机长在第一次含混否认后呢，便陷入了沉默。那这2个报道就像2块巨石，瞬间把这个事情的性质就推向了飞行员蓄意坠机这个最黑暗的深渊。立即让全世界想到了2015年德国之翼就9525航班的那个悲剧。在深入分析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这几家爆料的媒体究竟是什么来头。首先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这是一家拥有100年历史的严肃大报不是街头小报它在英国政商界还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的立场呢也非常鲜明是传统的中间偏右，是保守党的最大的支持者。其次是意大利的《晚邮报》那这是意大利发行量最大也最受尊敬的全国性报纸之一，可以说是意大利的国家级声音。那它的立场相对中立主流，那在国际新闻媒体报道上还是以权威和可信著称的。最后就是我们都熟悉的 BBC 英国广播公司作为全球知名的广播机构，它是以独立、客观和深入的报道是作为金字招牌。那在这次事件里边我们更多的看到它扮演的是一个所谓战况分析师的角色，在整合各方面的信息，呈现事件的全貌。所以这3家媒体的报道给我们展现了这个悲剧最令人心碎的悖论。机长萨巴瓦尔的人生轨迹几乎是一个完美好人的范本。他事业有成是印度社会绝对的精英阶层孝顺顾家是吧？在母亲去世之后呢准备放弃事业，回家全职照顾88岁的老父亲就像很多朋友感慨的普通人大多数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呢，抑郁症从来都不是坏人或者弱者的专利，恰恰相反那些对自己要求很高、自尊心极强、习惯把所有的压力都自己扛的人，往往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一个在驾驶舱里边需要时刻保持冷静果断、掌控一切的这种强者形象的男人，回到家里边回到生活中，独自面对母亲离世的悲痛父亲日渐衰老的这种无助，以及自己职业生涯即将落幕的这种失落这种巨大的角色反差和这个情感压力，是我们外人可能难以想象的。那报道里边没有提及到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婚姻状况。如果真的是他一个人独自承受这一切，那他内心的这个压力锅确实有可能被压到了极限。那如果我们必须在机长蓄意这个令人心碎的虚设框架内进行推演的话，那么他是预谋已久呢，还是临时起意呢？那要理解什么是预谋马航 MH370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参照系。在那个悬案里边机长家里边的飞行模拟器那条飞向印度洋深处的这个诡秘航线给我们被视为预谋的铁证。一个有预谋的行动，往往具备
周密的计划性、最佳的时机选择和复杂的手段。所以对比之下，AI-171的情况和预谋可以说是格格不入。如果机长是行动者啊，那他选择的这个作案手法呀，可以说极其的笨拙啊，风险是极高，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起飞的初始爬升阶段，两个飞行员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刻，你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就跟在一个全神贯注的这个警察面前行凶，被发现和阻止的概率是最高的。所以，一个蓄谋已久的这种行动者啊，他完全可以等到巡航阶段，是吧？找个借口让副驾驶离开驾驶舱，再从容的反锁舱门。而且这个手段的选择呢，也太直接啊，容易被逆转。你关闭燃油开关，确实是关闭发动机最直接的办法，但是这个动作完全是可逆的，只要另外一名反应员反应过来，他随时可以把开关拨回到运行位，尝试重启发动机啊。再一个就是缺乏什么呢？一黑到底的决心。黑匣子的数据显示啊，在开关被切断后10秒，又被重新回拨到了运行位。如果是一个处心积虑要让飞机坠毁的人，为什么会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又突然反悔，开始尝试自救呢？所以这一切啊，都让这个临时起义的可能性变得远远大于什么呢？蓄谋已久。所以我们现在啊，可以尝试啊，来构建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心理模型。一位可能长期啊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的机长，在起飞的那一刻，某个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这个 trigger 就被扣动了。那一瞬间，他被一种无法抗拒的毁灭性的冲动所驱使，执行了那个他最熟悉、能立刻让一切停止的动作。然而，当发动机的轰鸣声消失之后，驾驶舱的刺耳警报的以及身旁副驾驶惊恐的质问，这个动作带来的这种无可挽回的物理后果呀，可能瞬间又把他让他从那个心魔状态中呢拉回了现实。于是呢，这一场注定失败的绝望的自救就开始了。那现在啊，我们就回到那个最关键的证据，就是驾驶舱的录音。理论上呢，我们通过声纹比对啊，确定谁在问谁在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呢，那两个开关啊被操作的时候发出连续的咔嗒声，应该也能被麦克风所捕捉到。那为什么在最初的报告中，这些最关键的细节都保持了模糊呢？这就引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可能性第一啊，就是不是听不见，而是不愿意说。这也是很多印度媒体和民众正在质疑的啊。也就是说，印度官方可能已经清晰地分辨出了声音和动作的归属，但这个结论啊是这么样的惊世骇俗，以至于他们在初步报告阶段选择了战略性模糊。他们可能寄希望于后续能找到的电子幽灵的技术证据来推翻这个结论，或者呢，他们只是在为这个残酷真相的最终公布争取更多的缓冲时间。这就是我们这个频道啊，在过去介绍多次国内的这个事故的时候讲的所谓悲痛缓释理论啊，很残酷的。可能性第二是什么呢？是真的听不见，这也是完全存在的技术可能性。在飞机坠毁的这个极端情况下，驾驶舱内的巨大噪音、发动机的异常啊、飞机的抖动啊，还是无数的告警声，可能完全就掩盖了开关那个微弱的咔嗒声。然而，在极度的这种恐慌和震惊中啊，两个飞行员的声音也可能处于高八度的这个喊叫状态，声纹特征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精确的身份识别呢就变得异常困难。那事情到这儿，我们就想起了航空专家肖恩普鲁克尼基他所总结的，说调查的最终无非就是两种可能性啊，要么是蓄意行动或者混乱，要么就是一个与自动化相关的问题。所以这些最新的报道啊，无疑就给蓄意行动这个理论呢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证据。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啊，在官方调查机构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比如说通过驾驶舱内的多个麦克风进行声源定位，最终确认了是谁在说话。在公布这个就 smoking gun 确凿证据之前啊，这一切还停留在泄密和指控的这个层面。所以现在呢，整个事情的真相就悬于一线之间，它取决于最终的调查报告将会给我们揭示啊，驾驶舱内部最后的模糊究竟是一次技术上的不可能，还是一次政治上的不愿意。所以无论的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在机长萨巴瓦尔的故事啊，都成了一个深刻的警示，就是一个生活在
平常的日子中努力扮演好人的这个强大个体，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和风暴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这或许呢，就是这场悲剧留给我们的最值得深思的教训。好的，这里是宋说新语，一个关注科普和事故的小频道。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